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今天兜兜为大家带来的是比比东的双生武魂魂技、魂骨以及领域大盘点。比比东和唐三一样是双生武魂，不同的是唐三的两个武魂是完全不同的类型，而比比东的两个武魂都是魔蛛类的武魂。他的第一武魂是死亡蛛皇，第二武魂是噬魂蛛皇，两个武魂都比人面魔蛛更胜一筹，是真正的蛛皇，也是昆虫类魂兽的帝王之尊。比比东是有史以来第二个双生武魂，是第一个解决双生武魂多魂环附加属性超过身体承受极限难关的人。比比东死亡蛛皇的第一、第二和第五魂技小说中都没有提到，死亡蛛皇的第三魂技是死亡蛛网束缚，在施展时可以喷吐出带着紫色毒气的蛛网束缚住对方。比比东的实力越强，可以喷吐的蛛网就越大越多，在猎杀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两大10万年魂兽时也足够将它们缠住。第四魂技是荆棘蛛铠，是一个单体防御的技能，施展时会有超过1米带有剧毒的紫黑色长刺遍布在他身体的每一处，会让他身上的紫色铠甲变得厚重，却又不影响自身的速度，非常适合近战时使用。第六魂技是吸血蛛刺，在嘉陵关与唐三对战时有提到过，但却并没有说具体有什么效果。第七魂技按照惯例就是死亡蛛皇的武魂真身。第八魂技是蛛皇分身，蛛皇分身是以魂技制造出一个拥有本体100%的威力，没有智慧需要操控的分身。这个100%不仅仅是指肉体的力量，还有他死亡蛛皇的前7个魂技。第九魂技是不死之身，比比东的第9魂环来自一只和他武魂一样的10万年魂兽死亡蛛皇。10万年魂环带来的2个魂技，一个就是不死之身，使出这个技能，哪怕敌人将他的身体攻击的支离破碎，也能重新聚合，比唐三的蓝银皇右腿骨的修复能力更强。另一个技能则是能够将自己的身体能量化，这2个都属于保命辅助类的技能，只要攻击他的敌人不是神级强者，都无法杀死施展出这个魂技状态下的比比东。死亡蛛皇的第1、第2和第5魂技虽然没有提到，但比比东在死亡蛛皇状态下与唐三对战时还使出过其他技能，只是不知道这2个技能分别是第几魂技以及名字。这2个技能分别是一个集单体防御和远程攻击为一体的技能，还有一个是集群体限制和群体攻击为一体的技能。比比东的第2个武魂是噬魂蛛皇，这个武魂的魂环每一个最低都是5万年以上的修为，其中第2、第4、第5、第8和第9魂技书中都没有提到。噬魂蛛皇的第1魂技是半月，相当于5万年级别的魂技，释放时比比东背后的6根蛛毛加上和蛛毛一样的双臂，8根长毛可以瞬间挥出8道月牙形的光刃，光刃的攻击方向可以随着比比东的心意而改变。第3魂技是魔蛛召唤，召唤出来的是由地下的死气聚集而成的拥有死亡剧毒的墨绿色魔蛛，这些魔蛛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用于侦察地形，搜索敌方的踪迹，哪怕是身处领域之中，只要沾染上气味，它们也可以进行锁定。第6魂技永恒之创，这个魂技物理防御无效，能量防御降低50%，在施展时比比东魔蛛的巨镰交错，展出一个巨大的绿色叉形波纹，一旦命中，创伤就将无尽蔓延，只能依靠魂力来抵御，直到魂力消耗殆尽，油尽灯枯而亡。这个技能不管是粘在身上的什么位置，效果都是致命的。永恒之创是比比东最霸道的单体攻击能力之一。第7魂技是噬魂蛛皇真身，这个技能除了能全面增幅比比东的整体实力之外，还拥有可以恢复自身身体伤势的效果。在与唐三对战时，比比东噬魂蛛皇状态下还有几个技能，其中一个是空间撕裂之深渊斩，这个技能是比比东最强大的攻击魂技之一，在深渊斩的攻击范围之内，可以粉碎神级之下的精神力探测，锁定敌人的本体，能够越过同级的攻击继续前进。还有一个增幅型的魂技，可以让比比东自身力量暴增，大幅度削弱对方的实力。不过这个技能有副作用，那就是施展时自身会产生肌肉疼痛。还有一个是防御型的魂技，比比东的魂技书中就提到了这些。接下来兜兜就来盘点一下他的魂骨。比比东和唐三一样，也拥有一个十分罕见的外附魂骨，他的外附魂骨来自魂兽紫翼蛛皇，名叫6翅紫光翼，附带技能是飞行，和八蛛毛一样是可以进化的魂骨。头部之精神免疫头骨，这块魂骨附带的技能名叫真实世界，可以免疫幻觉和魅惑，直视真实。任何迷幻类的技能在真实世界的照耀下都会失去效果，这个技能需要消耗掉比比东1/3的精神力才能施展，所以一般比比东都不会轻易使用。死亡蛛皇左右臂骨，比比东的左臂魂骨和右臂魂骨都是从一头10万年修为的死亡蛛皇身上掉落的，同一只魂兽掉落2块魂骨的情况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这2块魂骨也是比比东的攻击手段中最大的杀招之一。比比东的双臂骨可以化成巨大的黑色镰刀攻击，还可以将2柄巨镰同时
爆炸，利用强烈的爆炸力来抵挡敌人的攻击，同时也能给对方造成伤害。这么厉害当然也有副作用，当两只镰刀破碎后，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自行恢复。躯干魂骨，比比东的躯干魂骨也是10万年魂兽掉落的。在嘉陵关中，比比东打不赢唐三的时候，他的躯干魂骨爆发出强烈的红光，随后他胸前往两侧裂开，里面内蕴着一团强烈的红光，就像是他的胸口处长了一只巨大的眼睛一样。感受到红光，就连唐三的灵魂都剧烈地颤抖了起来。不知名的身体魂骨，书中并没有说这是哪个部位的魂骨。这个魂骨的技能是镜像，能够复制与本体攻击威力一样的魂技，也属于比比东的杀手锏。这个魂技叠加比比东躯干魂骨的技能，威力之强足以直追神明。比比东战斗时使用的魂骨就这些了，不过他之前猎杀过小舞的妈妈，应该还有一块不知名的魂骨。比比东的魂骨讲完了，接下来豆豆就盘点一下他的领域。比比东拥有3个领域，第一个是他的死亡诸皇天赋领域，这个领域的效果极其强悍。单个来论的话，唐三和大明以及二明，他们3个的领域都不如死亡领域。以比比东高达99级的魂力，死亡领域一共有3大效果：自身全属性增幅10%，敌人全属性降低20%，死亡领域范围内无法施展任何隐匿、瞬间转移类的技能。同时，死亡领域还能产生出精神威慑。比比东自身精神力强度增加20%，对手精神力强度削弱20%。而最可怕的一个效果是死亡领域中的剧毒环境，领域所及的范围内全部都充斥着死亡诸皇的剧毒，超强的腐蚀和扩散，还能降低对手10%的速度。一旦中了剧毒，身体就会不断的衰竭，直到死亡。杀神领域，这个领域也是大家的老熟人了，唐晨、唐昊、唐三和胡列娜也都拥有这个领域。杀神领域是一个由杀气凝聚而成的领域，会随着杀气的增强而增强。在杀神领域中，敌方实力将会自行削弱10%，而使用者则能够发挥出110%的力量，并且随着武魂的成长，这个比例还会增加。罗刹领域，罗刹领域是比比东继承罗刹神位获得的领域，可以从不论是活的还是死亡的生物处获得他们本源最阴暗龌龊的念头，来补充比比东自身的神力。比比东的盘点到这里就结束了。其实按天赋来说，豆豆觉得千仞雪比他真的差上很多，而且我一直都觉得千仞雪的天赋也有不少是来自比比东的遗传，毕竟千寻疾的天赋并不怎么样。当然这就是豆豆自己的瞎掰掰，不过忽略掉其他方面，比比东这个角色豆豆是真的蛮喜欢的。好啦，今天的视频到这里豆豆就啰嗦完啦。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